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长相思被央视权威报道，人物片主体变种正式揭晓，杨紫颜值惊艳。今年9月，杨紫主演的电视剧《长相思》正式宣告完结。从那时起，网友们肯定会在《长相思》的后续推进中脱颖而出。由于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写到《长相思》是今年难得的 S+ 影视作品，而且还是老套的风格，所以在创作上会消耗很大的能量，过程中后续的推进通常也不会在任何时候倒下。起初，网友们还猜测，既然是大冒险的后期，那么基本上可以坚持到明年才能见到 Sauvignon Blanc， 但没想到的是，11月 Sauvignon Blanc 真的出现在了腾讯。在推进会上，人物电影的原著改编也同样被权威揭晓。尽管从正在进行的视频中决定内容并不多，但满足观众的兴趣就足够了。视频中，艺人给大家的倾角几乎和之前的 banner 相当。的确，连央视都为之鼓掌，并时不时派他来助推。可以说，在杨紫最近参演的影视作品中，《长相思》应该是影响力最好的，而且形象的风格和状态也符合当下网友们的渴望。不少人表示，《长相思》权威到来后，最终将成为王庄年度之作。无论是剧情、IP 还是创作和演员，都没有其他合奏影视作品能很快超越它。说实话，如果你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故事的实质，你会觉得冠军的设定是一个流行语，但《长相思》的区别在于它的情节巧妙，有很多迷人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许多服装符号电视连续剧，在绝大多数的叙述中，勇敢的女人都拥有女神的光环，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失去了记忆，变成了一个小人物。由于电运已交付，请拯救平民等。前段时间交流的《苍兰诀》和《沉香遗迹》有比较的剧情，但由于每部作品的艺人都有不同的介绍和剧情的进展，所以观众无论如何也能认出来的。在《长相思》的剧情内容中，勇敢的女人同样有着可比的设定。冠军温小柳原本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高薪王姬，然而在漫长的连根拔起中，温小柳的容貌在性格和性格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却懂得如何将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于是，在即将播出的预告片《花》中，杨紫饰演的闵小六开始扮男装，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剧情中，闵小六的剧情更倾向于虐恋，这也是近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一种故事情节。综上所述，苦难只是生活的普通状态，很普通。于是，在预告片《花丛》中又多了几张可怕的扣子，让网友们格外紧张。尽管有情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预告片《花朵》中的合奏和形状。不得不说，这次杨紫终于找到了一部造型规划认真的影视作品。在电视剧的开始阶段，她以男人的身份出现，但到了后面，她的穿着却很华丽。镜头中，杨紫的眉心格外敏感，暗红色的眼影和口红彰显了整个人的气质。掌门在拍摄这一幕的时候，也决定从背后拍。杨紫一身耀眼的大红色，搭配一条金丝细闪的长裙，显得格外的严肃。同样，杨紫的头饰也极为特殊，璀璨的花盘在头顶，点点遮住，让杨紫有种地球上的母亲的感觉，奢华至极。无论如何，很可能是因为她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这件衣服看起来霸道至极，但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莫名的凄凉，给人一种落寞的感觉。这个补充只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考虑，大家都表达了他们想看看故事发生了什么的渴望。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导演显然是在抢杨紫的优势。除了穿衣整齐，拉长的眼线让原本圆润的眼眸增添了妩媚感，比杨紫曾经饰演的还要妩媚。在影视作品中，那些一成不变的可爱造型更受观众欢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相思》都应该是一部精品之作，现在只能期待它早日与大家见面，挽救当下影视剧荒的现象。看完杨紫的《长相思》预告片，你觉得这部影视作品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杨紫又给你惊喜了吗？15年后，传闻接替杨紫饰演夏雪的京城之女宁丹琳下落不明。
家有儿女是一代又一代和孩子一起长大的经典电视剧。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90后、00后一遍一遍看这部电视剧，它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点。而现在《家有儿女》里的孩子们也都成为了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尤其是饰演刘星的张一山和饰演夏雪的杨紫，两人如今都算是国内一线的优秀演员，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气都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作为父母的宋丹丹老师和高亚麟老师看到他们现在取得的成绩，也非常自豪。一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现在，还会经常一起参加节目，给观众一波亲切的回忆杀。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相爱的家人时，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演员扮演夏雪这个角色？演员的名字叫宁丹琳，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重聚时却看不到她的身影呢？之前有传言说宁丹琳是京城之女，所以被家有儿女家族拒绝，那么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这位背景雄厚的演员现在在忙什么呢？宁丹琳并不是说她没有演技，相反，她从小就接受过专业培训。6岁那年，她被父母送到北京儿童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少儿班接受专业培训，表现学习。尽管她很年轻，但因为演戏是她的爱好，所以她小时候还背着书包，每天努力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没有让她觉得无聊，反而让她觉得她更喜欢演戏。而宁丹琳的父母也很支持她，所以在她13岁的时候就被送去留学，学习更专业的演技。宁丹琳在校期间也很努力，还去兼职拍了一些广告和表演宣传片，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学业有成后，她决定回国发展。回国后，她的资源相当不错，先后接拍了《原来是你》《我爱钟无艳》等电视剧。虽然当时她只有17岁，但宁丹琳还是凭借演技赢得了导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而宁丹琳不仅演技出色，在歌舞方面也有一定实力。公司看出她是整形人才，甚至让她加入了国内的才组，而宁丹琳也多次入组舞台表演。这么看来，宁丹琳在大众口中并不是实力和演技的不足，那她的人气怎么这么差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代替了杨紫出演了夏雪这个角色。毕竟夏雪这个角色已经被杨紫先入为主了，在所有人眼里，夏雪只能由杨紫来扮演。如果演员接手，观众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其次，有传言说宁丹琳能代替杨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是投资人的女儿，而且一直很喜欢夏雪这个角色，所以投资人安排她演戏。那么，宁丹琳演夏雪真的是资本运作吗？而这个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传闻是个大乌龙，宁丹琳又不是投资人的女儿，而杨紫之所以退出，妈妈早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原因很简单，杨紫当时正在读高中，高中对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家里决定让她先完成学业，准备高考，然后去演戏。有机会。那么为什么宁丹琳会被传出是投资人的女儿呢？就因为有黑粉黑她吗？她转得知杨紫参加脱口秀时，曾表示自己接过一部剧，这部剧她准备了很久，没想到剧组开拍的时候，她从妈妈口中得知自己的角色已经换人了，接替她的正是投资人的女儿。此事一出，不少人都在猜测杨紫所说的电视剧是不是《家有儿女》，但后来证实，大家的想法是错误的。杨紫说的这部剧不是《家有儿女》，而是一部根本没有上映的电视剧。但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因此而污蔑宁丹琳，只能说她这一次吃亏了。所以对她来说，眼下学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大家都认识了她，坏的一面是她因为无端的事毁了路人的人气。不过无论如何，宁丹琳无论从资源还是实力上都不算差。为什么她现在几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而同样饰演夏雪的杨紫，更是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了90后的小花。为何两人的事业差距如此之大？其实两人事业差距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在宅男中饰演的角色，因为杨紫饰演的夏雪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也为自己积累了很多人脉和资源，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他的认可。许多董事提供毕业后与他合作的机会。
另一方面，宁丹琳没有给这部剧任何其他机会，因为她被贴上了资本家的女儿的标签，也因为她在夏雪这个角色中长得不像杨紫那么甜，而且她的演技也很差，不如杨紫。杨紫的长相甜美可爱，所以找她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偶像剧或者古装剧，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喜好，自然有不少流量。不过宁丹琳在主流剧中，无论是人气还是颜值都承担不起女主的角色，只能出演比较接地气或者动作类军事抗战题材的剧。不过就算是为了扮演这些角色，没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导演会选择她作为女主角。当然，宁丹琳现在的发展也间接证明了她不是什么资本家的女儿，毕竟现在很多剧组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她真的是某个投资人的女儿，她的父母怎么可能不利用自己的资源让他们的女儿成为主流剧中的女主角？一切危在旦夕，原本以为能演夏雪，事业会更上一层楼的宁丹琳，万万没想到，后来因为这部剧，她的事业一落千丈。但俗话说金光闪闪，所以希望一向热爱演戏的宁丹琳能够坚持下去，有朝一日成为闪耀的新星。03，少数人快乐，很多人悲伤。距离《如梦似幻》公演的日子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也算是比较接近了。按照肖战的严谨程度，估计平时演完《太阳有我》就要私下练习了。再次在5号耐心之后，不会等到剧中所有演员都聚齐了才临时工作。对于演员来说，考验自己努力成果的时间是在12月初，但对于粉丝来说，考验手速的日子也快到了。11月10日昆山站的车票抢购一票，令人心碎。毕竟昆山的剧院只有这么大，只能容纳这么多人，而肖氏粉丝的人口基数如此之大，只有极少数人会如愿以偿。没有人知道肖与梦想的梦想合作了多少节目，也没有人知道他签了多少年的合同。所以2021年一整年，一些粉丝在亲眼看到了肖战的5号病人后，对2022年也没有任何幻想了。坏的就是羊骨头，肖战未来的资源不好。但事实是，肖战2022年还有3场演出，从上半年开始，人们就一直期待着12月的到来，只要能抢到票。尽管如此，在2022年的3场演出之后，肖不一定是第5号病人。有的粉丝跟明星只是隔着屏幕默默的看，买代言；有的更感兴趣的是在同一个区域亲自见他一面。这是每个人的天性，粉丝去见自己的偶像没什么不好，只要是适当的场合。一个正式的演出场地，没有屏幕，可以肉眼看到肖的脸，感受肖的表演魅力，体验他在你面前的表演，成为另一个人。不会有导演喊咔嚓，不会有错就在犯，该剧的魅力就在这里，带给你这种不凡体验的人，就是肖战，你一直想见的人。曾几何时，2021年如梦如幻的演出结束后，很多歌迷问自己后悔吗？对于第5名，有些人的回答是后悔，有些人则不然。有的甘于素未谋面的肖战，单纯把他当成道德的锚；有的不满足于荧幕前的看不见，想亲眼看看那个人困扰着他们的梦想。2022年即将上演3场如梦如幻，或许这将是粉丝们一生中最正当的机会见到肖战，而不是在机场或活动中，因为在剧的舞台上，粉丝们不仅会见到艺人肖战，还会见到演员肖战。但或许这3个机会仅限于2022年，今后人们还是有机会见到肖战5号患者或其他任何人。但是现在，让我们去看看2022年的5人吧。愿那些想去的粉丝得到我希望，即使只是一小部分。04，超话热度排行榜，肖战称霸第1梯队，90后女艺人上榜。最近更新的超话热度排行榜，肖战的热度破100，也是众多艺人中唯一一个热度破100的，他被单独排在了一行。看看肖战的排名，真的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有些景色估计只有肖战才能看到。事实上，在很多榜单上，大家都能看到肖战稳居第1，粉丝们已经对这样的排名感到熟悉，这也是粉丝们回馈肖战的一份礼物。这段时间肖战没有新剧播出，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品牌的直播活动，而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拍摄他的新剧《太阳与我同在》。很多艺人比较火或者话题度比较高，
主要是因为有新作品或者新剧在播出。但是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肖战这段时间只开过3次，而且几乎都是演播室宣传工作，包括一些品牌直播前的常规宣传。即便如此，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热度，难怪越来越多的品牌方向想要和肖战合作。肖战和路人版背后的商业价值不容小觑。公司到现在都能够保持一定的流量和知名度，估计很多人都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毕竟娱乐圈中昙花一现的艺人其实还有很多。在本次超话热度排行榜中，肖战稳居第1梯队，可见他的热度值是第2名艺人的2倍。第2梯队有4位艺人，其中时代青年组成员3位，王一博1位。前段时间，王一博参加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收场，而当时王一博几度上热搜，也是因为节目掌握了这个流量密码。时代男团几位成员的发展火爆程度不太一样，是时代巅峰继 TFBOYS 之后推出的第2支男团。这些成员属于养成系的偶像，发展和口碑都超过了年，过得比较好。一些成员有源源不断的新剧和综艺资源，但也有一些成员资源有点短缺。最顶尖的男艺人之一是王鹤棣，他的名字现在可以在各种排行榜上找到，可见他通过《苍兰之》获得的成功。目前王鹤棣还有定期的综艺节目与大家见面，但下一部新剧的热度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也关系到他接下来的发展水平和资源。在这个排名中，相对接近榜首的女艺人只有迪丽热巴和杨紫。这2位女艺人都是90后，而且因为是同龄人，所以经常被网友拿来比较。但实际上，2位女艺人是旗鼓相当的，虽然有一定的竞争，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良性的竞争，她们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排名是实时更新的，一个排名证明不了多少。艺人发展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人气。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